还开罐子吗？开！再来3个罐子！不会吧，这么黑？老板，我猜你以前是开铁匠铺的吧？把那些滞销的刀全卖给我了。哼！我警告你，注意跟主人说话的态度。别误会，我没有诋毁老板的意思。行了，老索别这么凶。你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。之前协约在这个里你应该也看到了，不能说开到的东西有多好，好歹也有些用处。可到了你这里真是黑到家了，5个罐子5把50刀，这运气实在是太逆天了。别一脸无辜的看着我，我都已经在考虑卖不卖给你罐子了。像你这种情况传出去，可是会影响我小店的生意的。什么？因为黑就不想卖给我罐子了？那不是一点翻身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吗？您店外不是挂了一幅字吗？用钱创造快乐。我运气差点，可以用钱来凑啊！量变绝对能引发质变。老板，这是50万金魂币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卖给我5个罐子，我相信绝对能逆天改命。行吧，我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，就最后再卖给你5个罐子。谢谢啊，老板，你真是一个好人。那你就争点气，开出点好东西来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，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Tap。老板，怎么样？这个紫色的光芒是不是很厉害？这一波我没亏吧？你来店里，第一个问题问我什么来着？我问罐子里有没有可能开战让武魂变强的宝物？等等，您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吧？恭喜你，终于好运了一次。这一次你可以得偿所愿了。你手里的2件东西叫做增幅器，与强化器的效果相似。强化器的效果是强化魂环，让魂环的年限增加；而增幅器的效果是增幅武魂，让武魂变得强大。增幅武魂让武魂变强，神物啊，值了！这100万金魂币真的太值了。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那就是增幅器在增幅+3之后会出现失败的迹象，武魂会炸作掉，彻底消失。老板，您觉得以我的运气，这辈子有希望增幅+10吗？要是真能增幅到10，我再也不碰增幅了。别这么没自信，增幅10也就10个增幅器的事儿。再说，能开出增幅器，就有可能开出增幅券，1张+10增幅券，瞬间就能达成你的目标。增幅券？还有这种宝物吗？当然，除了武魂增幅之外，想要武魂变强，罐子里还有觉醒券，使用后可以让武魂进化。武魂觉醒进化？难道你不想试试增幅器的效果吗？对啊，试试。真的很神奇。增幅成功。增幅成功了，这个增幅器真的有效吗？不会是这位神秘的店老板诓骗自己的吧？取回武魂，力量、速度、强度、穿透力都有所提升，而提升强度大约在10%。天哪，真的太让人难以置信了！除了实力的提升，我感觉我的等级上限也在提高。继续，一定得继续！再一次降服，恭喜你，降服成功。这一次又是原本的20%提升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武魂增幅的强度增加了30%。天哪，我不是做梦吧？跨度真的是太大了！感觉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得很。我从成为封号斗劳之后，就在追逐的梦想，终于在这一天实现了。老板，我能再开10个罐子吗？不可以，每位顾客1周只能买10个罐子，这是本店的规矩。老板，别这样绝情了，我可以加钱，1个罐子20万金魂币，你看怎么样？别说是你，就是武魂殿的教皇亲自降临，这个规矩也不能被打破。你这周的罐子份额已经消耗完了，只能等下周了。唉，是我贪心了，老板，还是要谢谢你，要不是您的帮助，我不可能达成夙愿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不需要感谢我，这是你的运气。那我下周再来，随时欢迎。蛇龙虽然还是那个蛇龙，但是气度却大大不相同了。说是脱胎换骨也不过分，实力也应该大幅度提升不少吧。有意思，真的很有意思。
幸运魔冠商店，希望不要让本皇失望。整个斗罗大陆上，让我都觉得看不透的人不多。欢迎光临。这位神秘的罐子商店老板，绝对算是其中一个。如果所料不差，很有可能是类似千道流、波塞西那般的人物。你好，很错，就像胡娜娜与邪月他们描述的那样简单。但唯一不同的是，邪月与胡娜娜都没有提及过，这位神秘老板的身边还有一个老者，是剑意，好强的剑意！斗罗大陆除了剑斗罗陈星之外，还有如此锋芒凌厉之人吗？不，剑斗罗陈星也只能勉强与之比拟。没错。请问你是想要开罐子吗？不错，我是来开罐子的。在来之前，规矩我也了解了一些，那我就从第一排第一个开始，开启10个罐子好了。先交钱，后开罐子。稍等。好家伙，刚刚送走一个身负生锈50刀魔咒的人，这不会又来一个开魔力果汁的人吧？谁说女子不如男？眼前这位在开罐路上，巾帼不让须纹。蓝色，是开到了高级物品了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睡眠被肉口感应该不错，食用后可以恢复自身魂力，治疗伤势，并且还能给你带去一个好梦。就是面对别人的攻击也不会醒。老板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哪有人睡着了被攻击都不醒的？睡死了？信不信？等你回去试试就知道了。难道真的这么神奇？如果真的有你说的那样，今后我每周都来开10个罐子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睡眠被肉。那就拭目以待吧。看来我的小店要多一位稳定的客户了。那先继续吧。2件稀有，2件普通，比前几个罐子的结果似乎好了不少。是啊，时来运转了。老板，还麻烦你帮我看看，都开出了什么？先说这个卷轴，名为物品栏扩展卷，使用之后可以将你指定的空间魂导器空间增大50%。魂导器的空间增大50%，还能开出这种东西，还不错。那这个果实呢？这东西长得麻麻赖赖的，一点也不圆润，丑萌丑萌的。你手中拿的，那叫做天空树的果实。天空树？你不需要知道天空树是什么东西，只要知道这个果实不是吃的，而是会爆炸的就好了。会爆炸的果实？是的。会爆炸的果实倒是有趣，等回去之后我就试试。这个胶囊很像外面流传的经验胶囊，又似乎有些不同。的确不同。你开到的这个胶囊的名为熟练力胶囊，服用后你将获得大量的魂技运用感悟。什么？魂力运用的感悟，通过胶囊就能获得？可以试试吗？当然可以，东西都是你开罐子所得的，随便你使用。啊？应该是上来要劲了。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在那个神秘的罐子商店里开出想要的东西了。哈哈，出了一些小状况，结局却很圆满。开出什么了？喏，就这些，能带回来的我都带回来了。这些刀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打劫了铁匠铺吗？蛇龙不会是要拿这些破刀碰瓷儿我吧？鬼豹，你居然把这刀掰断了！10万金魂币的纪念品没了！鬼叫什么？我哪知道这刀这么不经掰？再说这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我赔给你就是了。不值钱？这把刀是我花了10万金魂币从罐子里开出来的。多少？10万金魂币？你为什么不去抢啊？10万金魂币，别说买这把破刀了，我都能给你买一座矿山了。还真就10万金魂币，我没有骗你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但是我可以肯定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你被骗了。被骗了？林老板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好人，10万金魂币卖你这破刀，好人干的事儿吗？
这些武士刀只是你能看到的一部分，剩下的好处已经被我融合了。融合了？难道你开出魂骨了？不是魂骨，但是珍贵程度丝毫不弱于魂骨。不是魂骨，却不弱于魂骨的宝物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三言两语说不明白，你随我来到训练场上过2招，到时候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想和我动手？是你蛇毛飘了，还是我鬼豹提不动刀了？看来上次让你在床上躺了3天的痛是忘了。我倒想看看你融合了什么，有了这么大的勇气。你醒了。太神奇了，真的能够平白获得大量有关于魂技运用的感悟，短短一瞬间，至少省去了我3、5年的钻研时间。那就说一说最后一件物品吧。这2个药剂名为瞬间移动药剂，喝下之后，你体内就会焕发神奇的力量，能带你去你记忆中任何存在的地方。看到这里，想必大家应该都喜欢看原创动画。这里推荐抖音精选 App， 里面全是优质原创动画内容，而且界面干净流畅，一刷就停不下来。想看更多同款内容的，来抖音精选就够了。瞬间移动药剂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，相当于没有距离限制的瞬移。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又是一件神奇的物品啊！老板，我能再开10个罐子吗？本店的规矩，每人1周10个罐子，下周记得早点来。唉，好吧。看来我运气还是不错的。你是不是对运气不错有什么误解？你开心就好。老板，你不好奇我的名字与身份吗？相逢何必曾相识，你叫什么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叫什么不重要，开罐子才重要。相逢何必曾相识，那么就再见了，陌生人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后悔了？倒不是，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斗罗大陆的地图啊？我需要一份，当然我可以付钱给你。送你了。哎，出来了！他不是封号斗蓝，我们可以问问到底开出了什么吧？对啊，我也很好奇。凭空消失了，可是没看到对方展现任何魂技啊！你们发现了吗？他是在喝了什么东西之后才消失的。我怀疑这可能是罐子之中的另外一种产物，能让人瞬间消失的物品。老索，刚刚那个女人你怎么看？很强，至少我现在的状态不是其对手。这么强？索德如斯等级在95级，放眼整个斗罗大陆，能强过他的女性强者，除了海神岛的波塞西之外，恐怕就只剩下武魂殿的比比东了。等等，比比东。吃了这扇贝，真的能达到他说的那种睡眠效果吗？这个瞬间移动药剂，还真就如图那位神秘的林老板说的那般神奇，能够进行远距离传送，而且我明显能感觉到，这还远远不是极限，难道还真就不限距离吗？这倒是有点恐怖了。如果真的能无限距离，其价值更是远超想象。在瞬间移动药剂的加持下，武魂殿的强者可以随意降临到斗罗大上任何地方，这将是何等恐怖的局面！七宝琉璃宗、蓝电霸王龙家族，不是瞬间就可以攻骗？昊天宗所谓的天剑更是笑话。比比东啊，比比东，你的想法倒是不错，可是100万金魂币才开到2个瞬间移动药剂，想让武魂殿强者人手如匹凭瞬间移动药剂，花费的代价可不小啊。这个计划还是暂且放一放吧，再试试物品栏扩展券。要是真的能开启任意空间间魂导器50%的空间，那价值可就无法估量了。这是什么力量？好神奇！恭喜你，空间魂导器扩展完成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。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原本足有60方米的空间，现在至少有90立方米这样子了。的确，比之前大了50%。现在这个空间装个几百上千万金魂币完全不是问题。等等，
为什么要装钱？这不是那个老板给自己的暗示吧？想的倒是不错，但我说的话怎么会失言？要是睡眠被肉达不到他说的那种睡眠效果，我就再也不去开罐子了。哼！睡着的人哪有叫不醒的？除非是在装睡。等等，使用前我还是先做好睡觉的准备吧，万一这是真的呢？ A few minutes later. 吃了这扇贝，真的能达到他说的那种睡眠效果吗？要是敢骗我，我就再也不去开罐子了。什么嘛，明明什么都没发。正好，你今天输了也没人看到，不用觉得丢人。哼，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。你真是铁了心要与我对决一场。我93级，你92级，你可是会吃大亏的。并且你魂环配置也不完美，想赢真的很难。你还是认为我会输对吗？希望你一会儿还能说出这样的话。为什么不能？不只是一会儿，就是以后这话我也要说。似乎有些不同了。武魂附体，你小心了，要是坚持不住就及时认输，切磋而已，伤到你就不好了。蛇矛，你是被忽悠傻了吗？连怎么跟我作战的方式都忘了吗？居然敢让我近身，我都没想到这场比试这么快就结束了，实在无趣呀！哼，再怎么嚣张，我手中蛇矛不出，你也不敢强攻，不是吗？怎么会这么快？这速度至少比以前快了30%，真是见鬼了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出手速度比以前快了一截。如果我说这就是我花100万金魂币买来的好处呢？现在你还觉得我亏吗？100万金魂币换来的好处，你不会是嗑药了吧？不过我劝你还是认清现实吧，嗑药一时爽，但是也会对你身体留下不小的隐患。老蛇，我没想到你为了战胜我，竟然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何苦呢？看到这里，想必大家应该都喜欢看原创动画，这里推荐抖音精选 App， 里面全是优质原创动画内容，而且界面干净流畅，一刷就停不下来。想看更多同款内容的，来抖音精选就够了。啥？你说我嗑药了？你当我傻吗？不吃药，你能爆发出如此战力吗？然而，并不是，绝对是！你不要掩饰了。嗑药一时爽，除非你一直嗑，不然不可能打赢我的。幻影冲冲冲！雷鸣爆碎沙！你不用第7魂技武魂真身来抵挡我，居然用千年逆的第5环魂技抗衡我的万年魂技，脑子秀逗了吗？我任何一个影子分身都足以硬扛你的雷霆而不灭。嗷！这是什么鬼？你的回力怎么增强这么多？明明千年换代的魂技却足以比肩万年魂技了！哈哈，还有更加震惊的呢！你不是想看我的武魂真身吗？我满足你，武魂真身！双头巨蟒的气息比以前强了至少30%。哎，远处有些动静，难道说蛇矛斗罗在与人交战？呸！不行，我得快点去阻止他们。要是去晚了，蛇矛被人打伤了，可就没人跟我练手了。这还是蛇矛斗罗吗？也太猛了吧！蛇龙，你收手吧，我认输。好啊，鬼豹这家伙认输了。蛇矛是嗑药了吧？忽然这么猛。蛇龙，你收手吧，
我认输！你天了！怎么样，鬼豹？我再给你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，说说我这100万金魂币花的值不值？哼，小人得志。我承认你没有被骗，因为任何药剂都不能让你的武魂变得更加强大。哈哈哈，这么说就对了。林老板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忽悠人呢？那你能带我去开罐子吗？开什么罐子？好奇吗？这可是秘密。魔熊，今天距离上次交错交流已经过2天了吧？今天想必你是要对我进行指点的吧？有什么事情先放在一边，我们先交流交流再说别的。今天新仇旧恨，是时候应该好好清算一番了。交流，蛇毛，你别太嚣张了。哼，还不是这老小子走了狗屎运，在一家神秘的小店之中开到了神秘的宝物，让他的武魂变得强大。至于有多强，我不多说，你也看到了大概吧。武魂强度至少增加了30%的样子，至于整体实力提升大约50%，居然提升了这么多。当然了，在武魂大幅度增强的情况下，他千年第武魂技直接破了我万年第武魂技。这么说你能明白了吧？那岂不是说现在蛇毛的武魂强度至少也是高武魂之中拔尖的存在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他的实力发生如此蜕变？这你得问他，我是被打的人。其实我也很好奇呢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。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，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哈哈，蛇毛啊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好兄弟，有什么好事还藏着掖着，你可就不厚道了。行吧，实不相瞒，我开到的神秘物品叫做增幅器，使用后会使武魂的强度大幅度增加。至于能提升多少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很强。但这只是增幅2次而已。理论上来说，增幅是没有上限的。增幅2次就这么强大，那再往上增幅又会强大到什么地步啊？这不敢想象，这未免有些强得过分了吧？并且还能这种提升是没有上限的。多了不说，增幅个180次，斗罗大陆上还有敌手吗？好，很好，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无知的样子。真以为罐子商店是你家开的了，还增幅个180次，就是180个精符器，你掏光所有积蓄也未必能开出来啊！既然这个罐子这么神奇，那么在哪里能买到呢？是谁？七供奉！无需多礼，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了。七供奉无需怀疑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如若你还是不信，可以去那小店亲自查证。那间小店的位置就在武魂城中最繁华的街道上，名为幸运魔冠商店，很显眼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要真像蛇毛所说，这一次的收获实在是太大了，就算是哥哥也会被震惊到吧。也许我们数年未有寸进的修为，也能提升一下了。蛇龙啊，我们也不打扰你轮值了，回见。卸磨杀驴是吧？连句谢谢都没吗？谢谢，当然要谢谢你了。不过是等我开完罐子以后，一定要回来好好谢谢你的。我保准让你欲仙欲死。靠！你们这么过河拆桥，会遭报应的，小心天打雷劈呀！老天开眼了吗？看来今天不会再有人来了。蛇毛斗罗开了10个罐子，邪月开了4个。对了，还有疑似比比东的女人开了10个。算一算，今天售出24个罐子也还算不错了。24罐子，不知道能出点什么。既然没人来，就早点关门好了。开完罐子就用瞬间移动药前往星斗大森林猎取魂环。等等，老板，我们来开罐子了！能就这么放弃？粉色光芒，神器啊！这是比增幅器还牛逼的宝贝啊！难道魔熊斗罗是隐藏的气运之子吗？老板，我们来开罐子了！请进2位客人。老板，您直接叫我魔熊就行。叫我鬼豹也可以。鬼豹斗罗与魔熊斗罗，好家伙，算上之前的蛇毛斗罗，武魂恩殿长老中的封号斗罗来了一半了。随我过来吧。希望我也能在罐子之中找寻到变强的方法。这一趟我要求不高，10个罐子开10个增幅器没问题吧？这叫要求不高？不知道这家伙是没长心呢，还是没长心？真以为增幅器是路边10个铜魂币能买1筐的大白菜了？你们第一次来，我给你们讲述一下小店的规矩。每个罐子10万金魂币的售价，先付钱后开罐。其次，罐子开启完9个后，第10个会获得双倍奖励。
也就是说，你将得到2件相同的物品。罐子之中的物品分为普通、高级、稀有、神器、传说、史诗以及神话。一般在开罐时有白、蓝、紫、粉、橙、七彩等颜色相伴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老板，请问增幅器是什么级别的？紫色稀有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谁先来呢？我鬼豹，咱们也是初来乍到，不如让老兄弟我给你试试水吧。正好你与蛇龙战斗过，还没好好的调息一下呢，现在全当休息了。我不需要。不，你需要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。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，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老板，这是20万魂币，先给我来2发罐子，就从第3排开始拿好了。不会吧，这一幕是如此的熟悉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这霉运难道真的会传染？居然不是增幅器，这把刀是什么东西？10万金魂币就买了这把刀？这刀叫做生锈的武士刀，是上了年份的老物件了，你可要轻点啊，一碰就会断的。生锈的武士刀，也就是说这是废铁了？罐子里还会出现这种东西？当然会出现了。之前蛇矛斗罗可是花费了100万金魂币开到了一堆呢。我们2个之所以会动手，也是因为我折断了一把生锈的武士刀之后起的分歧啊。这感觉被个10万金魂换这么一个东西，真的不值啊！我被锁定了，要是敢轻举妄动，必然会遭受雷霆般的打击。主人之前说过，开到什么全凭运气，开到不合心意的物品，只能是你时运不济，所以怨不得人。好恐怖的隐戏能力，这要是敌手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这位神秘店主到底是谁？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仆人？哈哈，那个还请不要误会，我不是有意冒犯，老板，我也不是针对你，只是有些接受不了是吗？那就继续吧，你还有一个罐子，至少要把它开完才能收手。没错，不能就这么放弃。粉色光芒，神器啊！这是比增幅器还牛逼的宝贝啊！难道魔熊斗罗是隐藏的气运之子吗？这缺德的玩意儿都有，要不要把策划用来恶心人的玩意儿都带来啊？这玩意儿只能说是策划的恶趣味，我真的已经无力吐槽了。怎么样，老板，我这件宝贝是不是很厉害？恭喜你，是第一个在本店的罐子中开出神器级物品的人。纯心搞人心态是我。地下上神器成百上千，为什么偏偏混进2哥的充气小火罐啊？再说这个世界又没有女主播，真的开出神器了吗？天啊，我不是做梦吧？老板，我错了，我对之前的冒犯表示深深的忏悔，您能原谅我吗？没关系的，还请老板告知我这件神器有什么功效？功效？这件神器叫做2哥的充气小伙伴，攻击时有一定的几率让敌人进入眩晕与中毒的状态。2哥的充气小伙伴，好别致的名字。没了，没了。这神器怕不是假的吧？我讨厌几率。其实这件神器的威力如何，还真不好说。难道还有什么说法吗？你们都是魂师，想必都应该知道魂师的控制技能会因为对手魂力等级高、实力强而减少控制的时间与控制的效果吧？但是2哥的充气小伙伴不会，也就是说，你要是在使用过程中触发了眩晕效果，就算是对方实力远在你之上，也不会减弱眩晕效果。再说2%的眩晕几率还低吗？不低了，50次攻击就必然无视等级眩晕1次，你还想要怎样？这已经是给你越级挑战的能力了。只要你的攻击速度足够快，就算是2%的几率与100%有什么区别？100%的轩辕几率加上无视等级差异的轩辕控制，还额外自送了一个中毒状态，这还不强吗？老板说的在理，刚刚是我太片面了。要是真像店主所说，这10万金魂币绝对不亏，甚至还血赚了。怎么样，还要继续开吗？还开吗？我倒是有个建议，既然已经开始开了2个，不如继续开下去，因为再开7个罐子，你就能获得一个双倍奖励的罐子了。这也许是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，要是运气好，那好处根本不要太多。对了，蛇矛斗罗你们认识吧？他之前开罐子出的都是生锈的武士这种不值钱的东西，却在最后一个双倍罐子获得了2个奖服器的。蛇矛的2个奖服器原来是这么来的，原来蛇矛也经历了这种煎熬啊！ 100万金魂币的确不少，
可是以你们的身份想要获取，应该也不是很难吧？努力了1年2年来开几个罐子，却可以受用终生，这不值得吗？想一想，钱放在那里，实际上就是一堆醉金属。只有真正的消费了，才能发挥它们真正的意义。现在你们还不能理解用钱创造快乐的含义吗？该说的也说了，该劝的也劝了，应该能打消他们开罐子的顾虑了吧？既然运气不够，那就金钱来。老板您别说了，我开还不行吗？我开。